哦，我没想到第二个网这里也是有鱼群过来啊，这下子又爆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导哥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拉今天的第二个网啊。第一个网没啥收获，虽然鱼货比较多，但大多都是这些小真鲷而已。第二个网一样也是个小网。好了，看到这个网的浮漂了，准备把这个网给拉上来，希望接下来是收获满满吧。第二个网相对要比第一个网要短一点啊，但是只要放对位置，鱼货就不会少。白天放的网主要还是想捕一些小剥皮鱼，毕竟白天的网那些杂七杂八的鱼货相对比较少。等到晚上拉网的话，收获就会多一些了。所以这一个网拉完之后，就会重新把拉上来这两个网又放到海里面去，然后就要后到网上才去拉网啊。好了，现在这个网也拉上来，看能捕到什么收获吧。想捕小剥皮啊，但是由于天气太冷，可能小剥皮的数量不多。才刚说它可能数量不多，他就来一条给你看一下，想打我的脸哦。香头来一条啊，这条香头也不小啊，看起来应该有个1斤左右的，1斤左右的相对好卖一点，30几块钱应该有的。这条肯定是要1斤左右。不过这个季节香头相对会比较少一点啊，但是像真鲷、黑鲷这一类就会多一些。虽然说香头也是鲷科类啊，但是香头的季节不是现在，秋天到冬天会比较多。海鲤鱼也来了一条啊，这条海鲤还是挺大条的，后面还有啊。这下是同时是来了5条鱼货啊，2条海鲤鱼跟3条小剥皮鱼，感觉这一个网的收获也挺不错啊，要比上一个网刚开始要好一点。最近海鲤鱼的数量也是比较少了，价格也还行，1斤40几块钱吧。泥猛鱼来了一条啊，今天的第一条泥猛鱼，上一个网就没有捕到。这边还来了一条观赏鱼啊，这一种观赏鱼还挺漂亮的，我们这边叫做海军山啊。但是观赏鱼没啥肉，我们就把它放在海里面去吧。又来一条小剥皮鱼啊！没想到这个网的小剥皮鱼倒是上了好几条了。上一个网比这个网还要长，一整个网才上了1条小剥皮鱼啊！哟，晕哥鱼还来了一条啊！而且这条晕哥鱼还挺大条的呢。终于来小真鲷了，还以为这个网没有小真鲷呢。但是这种小真鲷还是要过来的。上一个网应该要来了10几斤的这种小真鲷呢，又是小真鲷啊！看来估计这一个网的小真鲷也是少不了的吧。软丝墨鱼还来了一个，这种软丝墨鱼也叫做大耳油啊！你看它这个吸盘还一动一动的呢，这一种白灼一下就挺好吃的了。又是小真鲷啊，连续来了好几条了。小真鲷适合煮个酱油水啊。不过这一个网的小真鲷相对也是比上一个网要少一些了，但是相对来说其他的鱼货种类又多一点，而且相对上一个网来说，这一个网的鱼货种类就比较多了，又有晕哥鱼、海鲤鱼，还有软丝墨鱼呢。不过上一个网是遇到了2次的鱼群啊，这个网虽然鱼货也不少啊，但是肯定没有一群鱼群来的那么多了。又是连续来了好多条小真鲷，估计现在是小真鲷的季节吧，一来就来这么多的。这一个网倒是没有加鲫鱼哦，感觉看起来还是比较晴朗的啊，虽然有点小小的浪，但是也没啥，就是感觉相对气温偏低一点啊。这一个网相对小剥皮就多好几条了。又是连续拉了一群的这个小真鲷上来啊。后面还有啊！这一堆怎么也要10几条小真鲷吧？全都是，还拉上了这么一条香头啊！就除了这一条香头之外，其他都是小真鲷，连加鲫鱼都没有。而且这些小真鲷也不小啊，3、4两的规格吧。这条香头算是最大条的了，应该有个4两到半斤左右。全是小真鲷。我没想到第二个网这里也是有鱼群过来啊，这下子又爆网了。上一个网连续来了2次的鱼群，都要10几20条。先把这一堆鱼货解完再继续拉网吧，要不然堆在这里只会越拉越多。
10几条鱼货堆在一起啊，看起来这一个网就是比较乱的，所以赶紧把它先解出来，把网捋顺。果然也是小真鲷的季节啊！上次的鱼群遇到都是小真鲷偏多，总共应该有个20几斤小真鲷了。虽然小真鲷不怎么值钱呢，但是数量堆在一起，它的价值也就提升上来了。他们解得比较快啊，这次我就不用下去帮忙一起解了，也剩下没有几条而已啊。解完我们就继续拉网啊。我这边先把船速控制住，让它不要前进了。你看几条鱼缠绕在一起，网一下子就乱掉了。特别是这种小条的鱼货越多，它的网越容易缠乱啊。这个网要捋顺了，等一下才能放下去啊。好了，这一群鱼货也是解完了啊，然后现在把网捋一下。这一关捋一下之后，前面就可以继续拉网了，要不然把网压下又乱掉了。再来一条小剥皮啊，虽然没有小剥皮的鱼群，但是鱼货的数量还是可观的。这一条就不是小真鲷了，来了一条小香头，小香头的价格跟小真鲷都差不多了，都是20块钱左右1斤吧。这一个网应该是差不多接近尾声了，比上一共要短一点啊。小剥皮再来一条啊，毕竟现在的小剥皮价格还是挺高的，估计没有个75块钱，至少也是要70块钱1斤的。19公倒还拉上来一条啊，这种19公是长在石头缝里面的，拉网就很难拉到啊，偶尔有1、2条。19公来煮汤是真的鲜甜啊，毕竟现在应该也是19公的旺季啊，所以海钓19公的就比较多。好了，就这样子，这一个网也就拉完了，然后就准备找个好位置，把拉上来这2个网重新给放到海里面去啊。总共也就这2个小网而已啊，这2个小网加在一起应该有个3200米左右，比2个大网的话还要长个几百米呢。这一个网放下去之后，差不多就要等到天完全黑下去了，再回过去拉这2个网了。这2个网放下去，等一下天黑是先拉这2个网的。而大网因为鱼货比较少啊，为了捕多一些大货，就要等到最后面才拉那2个大网啊，都是很有顺序的。这样子第1个网就放完了，打3个浮漂之后就重新去放第2个网。第2个网放的位置就离小岛不远啊，都是礁石区的位置，看能不能捕到多一些这种小剥皮鱼吧。还是有点小风浪的，你看这个小船一起一伏的频率还是挺高的，证明现在海面上还是有点小风浪的。好了，这个网也是放完了，同样是下个大石头垫底，然后打个浮漂就行了。网放完之后啊，又重新去停泊在这个小岛的旁边，先休息一会儿，吃个晚餐吧。毕竟现在也是下午的3点多而已啊，先休息一会儿吧。到达这小岛的附近了啊，然后把固定船只的船锚抛下去，先把船只固定住，就准备开始休息了。还可以休息多个2个多小时吧，差不多5点多6点钟的时候才会过去拉网呢。所以现在时间也是还早，先喝几杯小茶。20来斤的小真鲷应该是有的，先把小真鲷给拉出来吧，然后拿去冰箱那边保鲜。其他的以后就养活子，毕竟小真鲷不咋值钱，活着跟挂钓都是一个价格的，就不要在活场里面占位置了。活场里面就养一些比较值钱的货，活场基本都是养小剥皮跟一些活鱼为主，就是活着跟挂钓的价格差异比较大的鱼货。像小真鲷这一类就不用养活了，肯定是有个20来斤的啊，估计这个筐要装满了才行。毕竟是遇到了3次的这个小真鲷鱼群了。第1个网的时候遇到了2次，然后上一个网的时候遇到了1次。即使按20斤的小真鲷来算，1斤20块钱，也才400块钱而已啊，邮费估计都补不回来呢。所以还是要靠网上的渔网，看能不能捕到一些比较值钱一些的鱼货才行啊。看网上的大网能不能捕到一些像海红帮之类的值钱货上来，或者一些像石雕啊、大山刀之类的也行，龙虾也不错。现在就直接把它们放到冰箱里面，然后用冰盖住，先保鲜起来，鲜度肯定是能保证的。总体来说，前面2个网收获是一般般，没啥大收获。工作干完了就准备休息了，这边还有个人在这里钓鱼呢。先喝几杯小茶，然后等着吃晚餐了。好了，这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
也谢谢大家的观看啊，我是南澳岛彪哥，也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下一期精彩的外海捕鱼视频吧。